没这事。今天晚上我就睡这儿了。你身上有伤，一会儿半夜还得给你换药，我不能离得太远。那这样，你睡床，我睡脚踏。你胡说什么啊？我睡床，病人睡小榻，哪有这样的？这是他们准备的一些西瓜，寓意着早生。我知道。怎么装这么多？我把它往边上去点，不然一会儿硌到你伤口。好。再拿个枕头。哎，我没碰到你的伤口吧？不要紧的。好了，躺下吧。你今日打了牛景的脸，他会不会变本加厉的报复你？他如今知道了我的身份，便会明白，对付我是没有用的。关键是，长安和节帅对他的态度，短时间内，他不会对我轻举妄动的。你放心好了。早点休息吧。嗯。无论怎样，谢谢你回来，我觉得很安心。你与其这样酗酒，倒不如想想之后该怎么做。我还能做什么呀？如今他已为人父，我输了，彻底输了。就算他已成婚，你也可以把他给夺回来，夺回到你的身边。这句话，你是给我说，还是给你自己说呀？
这话什么意思？你不是也想得到秦莹莹吗？赵二郎君还是误会了，白某只不过是一介商人罢了。他被困火场的时候，你不顾一切的拼命去救他，那时候可不像是一个单纯的商人。白某知道你在乎他，所以进去救他。若是季莹莹死于火场，那你我之间就无法合作了，我也得不到我想要的。如今我们的计划已全盘失败，你还想得到什么呀？益州景业呀，一直都没有变过。倒是赵二郎君你呀，你变了吗？你放下了吗？你放得下？不必是我放不下的。放不下就夺回来。现如今当务之急要做的，就是摧毁季莹莹和杨家之间的关系。你得季莹莹，我得杨家。你拿什么得呀？拿着美酒，还是拿着美人啊？我还可以等我丈人弄死杨静来，坐收渔翁之利，而你呢？跟我合作，就拿出你的筹码。郎君，二少郎君嫌弃奴家，郎君，你可得替奴家做主啊！主人，这可是在益州。都下去吧。去，把杨家内部给我查清楚。是。只要内部烂了，就算是百年大树，也会有倒的一天。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你说过要嫁给我的，可是现在你却反悔了。我知道你是被逼的，是杨家人逼你。
是白胜逼你，是杨青兰逼你。三郎君，三少夫人，该起了。好，你先别进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别进来啊！没有我们的允许，他们是进不来的。进来吧。奴婢锦绣见过三郎君、三少夫人。夫人命奴婢带着他们几个粗使丫头，在三郎君的院里侍候，听候三郎君、三少夫人吩咐。嗯。夫人，夫人，起来吧。谢三郎君、三少夫人。杨家的规矩繁多，你一时半会儿还适应不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的。你眼下最要紧的是把你阿娘救出来。谢谢你，杨静兰。不用谢，来日方长。哎，这雪呀，都把木板给染红了。如果不换这舱板呢，都没人敢坐我的船，真晦气。行了，少说两句，喏，够你换舱板的钱了吧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麻烦你把当天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们。成家立业，可如今你的业在哪儿呢？你一个大男人不觉得羞愧吗你？哎呀，专家，什么时候到呢？快了，你怎么不在船舱里再多歇一会儿呢？啊，这两个女人太闹腾，我出了太多气。行，差不多快到了，我进去看看他们啊。杀人啦！杀人啦！他杀了我夫人，快去报官！这么说，你并没有亲眼看见我阿娘杀人？是不是亲眼看的又能怎样啊？这船舱里总共就2个人，不是你阿娘杀的，还能是水鬼跳上来把杀的？
平时你们船上点香吗？点香啊，点香可以驱蚊呢。但是这奇了怪了，自从他们上了那条船以后，这个香炉就不见了，真奇怪。脖子上的伤口，也是唯一致命的伤口。那，这是凶器。这的确是我阿娘的簪子。啊，还有这边，这是你阿娘、姨母以及李峰身上的外伤。因为沾染的血迹，所以作为证物收存。可有什么不对？这2件不是血，是染料。染料？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其实这个案子很简单，只是县令不肯查罢了。死者夫婿李峰和船夫于三儿皆可证明，当日在船上，李徐氏与季徐氏曾发生过争吵，而船将靠岸时，他们2人进入船舱，发现死者已被季徐氏用发簪刺死。这人证物证俱在，季娘子，你说你阿娘冤在何处？与本官从实说来。民女有3个疑点，其一，根据于三儿的证词来看，他并没有亲眼看见我阿娘杀人，而是在李峰进去片刻后，听到喊叫声，继而看见我姨母满身鲜血地躺在李峰怀里。因为被李峰挡住，他可能都没有看到我姨母身上是否有伤口。船在江中，四面无人，这船舱内只有你阿娘和姨母，除了你阿娘，谁会动手？为何我们不怀疑第一个发现死者的人呢？李峰与船夫先后进入船舱，不过间隔片刻，他哪里来得及杀人？那2个人又为何不反抗？为何不发出声响？这就是疑点2。若我阿娘真是杀人凶手，那为何当时也昏迷在了船上？也许是你阿娘杀人时不小心磕到了头，晕了过去；又或是你阿娘杀人后害怕的昏了过去。不排除这些可能，但还有另一种可能，就是我阿娘是被人陷害，她和我姨母同时被迷昏了。你说的不过都是猜测，并无实证啊。民女有证据，还请孟县令过目。这里面是我在于三儿的船上发现的香灰，我已找了医师验看，里面有曼陀罗等令人昏睡的药材。县令若是不信，也可以另外再找医师验看。你说是从船上发现的，就是从船上发现的吗？诸葛先生。哎呀。孟县，杨督察身体不便，着在下与牵牛卫协助杨三少夫人查案。在下亲眼所见，这香灰的确是从于三船上发现。此事无关己业，就不劳杨督察对心了吗？孟县令此言差矣啊！这案中的苦主可是飞花会的会长，怎么就事不关己业？不过杨督察相信您一定能够查清楚真相，所以无意插手此事。只是凶手公然杀人，胆大包天，想来这背后必定是有人。杨督察派在下前来，只是想告诉督察夫人，您的背后也有人，不必怕他。但是民女有第3个疑点，望县令容禀。我不容你禀，有不禀了？
这3件外衫是案发当日我阿娘、姨母还有李峰身上的外衫。穆县令，看看上面的血有何区别？血液不同，有什么可看的？本官不看。好，那就请诸位看看，这衣服上的血有何不同？耶，那件的颜色啷个不一样啊？这味道也不相同啊。继续式的衣服上的血腥味明显更淡一点啊。因为它有的是血，有的只是染料。我阿娘身上这件，大部分都是染料。你们家可是染户，你娘衣服上有染料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？可我姨母并非染户，为何她的衣衫上也是染料？李峰的衣服上为什么只有血迹，没有染料？季莺莺，你说这3个疑点，就算是真的，可与本案的真相毫无关联呢。自然有关。这3个疑点串联起来，就说明我阿娘不是凶手，而真正的凶手是他，李峰。满口胡言！从一开始，李峰就设好了这个局。那天在船舱里吵架的，并不是我阿娘和姨母，而是李峰故意滋事，让船夫听到声音。同时，他在船舱角落点了一支迷香，并借故离开。李峰离开不久，我阿娘和姨母就都昏过去了。船舱外的李峰故意拉着于三说话，快了，你怎么不告诉他刚刚船舱里是我阿娘和姨母在吵架，制造我阿娘的杀人动机。等到船快靠岸的时候，他便假惺惺地去船舱内喊人，这时才是他施展障眼法的时候。